注意看，有经验的小黄鸡在老哥挂档时就已经开始了折返跑，而没经验的小黄鸡还呆呆的愣在原地。这两人还没上车，老哥便已经开始发力。尽管阿 sa 所驾驶的是强悍的道奇充电器，但明明只是慢了几秒钟，却失去了老哥的踪迹。眼看这条小路越走越偏僻，突然对面一道强光打来，阿 sa 连忙靠边躲避，直到靠近才发现来车居然是老哥。好家伙，居然还有这种操作！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CHP 加州高速巡逻队的阿 sa 发现一辆黑色的 SUV 涉嫌超速，这辆车在这条限速100公里的道路上开到了160公里，这超速50%放在国内可是要吊销驾照的，放在加州罚的也不轻，少说可以开个500美金的罚单，这送上门的业绩，阿 sa 当然不会错过。当阿 sa 打开氛围灯，鸣笛示意老哥靠边停车时，老哥便立刻减速下了高速，看样子十分配合。虽说已经下了高速，但他并没有立刻停车。在阿 sa 看来，他可能是想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这分明是在利用这段保护时间，在寻找合适的逃跑路线。不过，就算阿 sa 知道老哥的想法，在他没有实施之前，也只能先跟着。趁这个机会，我们来观察一下老哥这辆车。犀利的尾灯加上4出双边排气，这是一辆辨识度极高的地表最强 SUV 兰博基尼 Urus。它搭载 4.0T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640，峰值扭矩850牛米，100公里提速只需要3.6秒。虽然被戏称为换壳 Q5，但依旧是无数男人的梦中情车。不过此刻的他却是被尾行的阿 sa 一路跟到了巷子里。在心理博弈了1分多钟后，老哥还是选择停车。看到老哥停车，两位阿 sa 也是松了一口气，毕竟这种性能猛兽抓起来可不容易。眼看阿 sa 靠近，老哥倒是并没有直接离去，看来是想碰碰运气，看看是不是一个罚单就能解决。可在交谈的过程中，阿 sa 突然发现老哥的中空附近有一把手枪，于是示意老哥下车。这一下双方就起了冲突。当他看见老哥拨动换挡拨片时，就已经开始往回跑，而另一位阿 sa 迟迟没有反应过来。好家伙，这小黄鸡连折返跑都比别人慢一拍。也正是因为慢了这几秒钟，眼睁睁的看着老哥的尾灯消失不见。等到阿 sa 起步时，前方已经是黑漆漆的一片，没办法，只能先朝着老哥的方向跟上去。而就当阿 sa 毫无头绪之时，突然发现对面有一辆车开了过来，于是便靠边会车。不曾想擦肩而过之时，却发现来者正是老哥。好家伙，谁也没有想到老哥掉头居然这么快，这么窄的路，就连阿 sa 都要打2把才能过来，更别说老哥这辆车的长度超过了5.1米。不过意想不到的是，当阿 sa 掉完头，却发现老哥走错了路。没有想到闹了这么久，这场匹配才是正式开始，但是过程却是和刚才出奇的一致。这才刚刚起步，便再次看不见老哥的尾灯。好家伙，这老哥究竟是什么实力？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。好，这老哥居然是位6星大佬，有这实力，再搭配上这辆性能猛兽，刚才靠边停车简直是多此一举。现在阿 sa 闻着老哥的味，一路跟到了高速，但却发现差的不是1星半点，只能向队友求助。一听说是地表最强 SUV， 面对这样的老哥当然不能姑息，总裁立刻决定出动直升机。好家伙，这是要叫这老哥躲不过15，也躲不过初一。但直升机赶过来至少需要7分钟的时间，这个期间阿 sa 必须提供准确的方向，7分钟不跟丢。要不你们猜猜阿 sa 为什么呼叫队友？要是有这个实力，阿 sa 不就自己单吃了？不过话虽如此，阿 sa 倒是没有放弃，这一路下来，反正我是啥也看不见，他倒是胸有成竹一般准备下高速。而就当我以为这条路是阿 sa 下班回家最近的路时，居然在前方看见了老哥的尾灯，这都能看到，只怕老哥是有点悬呢。不知在座各位怎么看？我一般都是靠着神奇小路边玩边看。升级夜猫护颈枕 Pro， 趴躺靠着随便一位，一个就顶护颈枕加供血腰靠加趴睡枕加拉伸枕，到手才268。秒杀类似的枕头，2款活力配色，直接入手2个当兄弟款。下班到家只想躺平，但是肩酸手麻，难掩疲惫。幸好有小夜猫7大科学分区和软硬双区凑成一对，趴着玩撑住下巴，手臂还有专属席位，玩游戏看视频都很对位。130度黄金角贴合胸前弧度，帮助拉伸颈椎。躺着玩，眼睛手机齐平，拒绝双下巴，颈纹靠着玩也有支撑，给你满满安全感。累了身体下滑，躺在记忆棉上秒睡，甭管正躺侧睡，头肩颈都会排成一对。还有丝滑亲肤枕套，7A 级抗菌 A 类面料，不易过敏不闷痘，一体发泡工艺，嗖嗖排汗，男生用也很清爽。兄弟们快点劝试试，保价大促送运险，1年内买贵退差，2年内开裂换新，送人自用都实用，快充！这叫阿 sa 士气大增，一脚油门下去，道奇充电器开始了咆哮。虽然和乌鲁斯比不一定是对手，但只要时不时的能看见一眼尾灯，确定方向。等到几分钟后，直升机赶到现场，最后的结局究竟是谁胜谁负，那还不好说。She makes me go.
大老远就在前方看见一个尾灯，看来这老哥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。就当阿 Sa 以为这把稳了的时候，靠近一看才发现这是一辆轿车而不是 SUV， 合着认错车了。而就在阿 Sa 以为自己彻底跟丢的绝望之际，迎面而来的远光灯看上去是如此眼熟，这不正是刚才在巷子里和老哥会车的画面吗？好家伙，这老哥居然没开2度，故技重施，这熟悉的配方，阿 Sa 也是一眼就认出了老哥。明明都已经将阿 Sa 甩到看不见尾灯了，居然还掉头回来，简直是瞎人诛心。这操作给阿 Sa 气得不行，但和前2次一样，等他掉完头的功夫，这条车道已经空空荡荡，连个尾灯都没有。好家伙，这个操作属实是有点欺负人呢，气得阿 Sa 都想爆沟，恨不得叫直升机刮弹过来。就连赶来支援的队友也是一脸懵逼，这怎么跑得好好的又往回跑了？是下班了吗？还没下，但这个情况应该快了。此时直升机告诉阿 Sa 自己还有3分钟到达，并且询问老哥的坐标。阿 Sa 只能尴尬的给了一个老哥行驶的方向，并如实告知他已经超过30秒没有看见老哥的尾灯了。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前方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完全不知道老哥是往哪个方向走的。阿 Sa 也只能随便挑个方向碰碰运气，这下只怕是要彻底跟丢。正所谓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到点我就要下班，是时候通知直升机返航了。像阿 Sa 这般包含前期的铺垫也不过才5分钟而已，坚持7分钟那是点赞的男人才能做到的事情。没有想到这老哥2次掉头没开2度，最后依旧成功摆脱了阿 Sa， 这车技属实了得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老哥的自由是以牺牲他人安全为代价换来的，在座的各位请千万不要模仿，守护好你们的自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